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我们精心制作的七夕乞巧节汉英双语教育视频。这个视频可能是全网最全面的七夕节介绍，内容丰富而详尽。只要您耐心看完，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。七夕并非中国的传统情人节，而是一个专属于女性友人的节日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七夕节的起源、传统习俗、文化内涵、各地独特的庆祝方式以及一些节令美食。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探索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奇妙旅程，感受七夕节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历史底蕴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七月七，人称七姐诞，因祭拜活动在7月初7晚上，故称为七夕。由于这个节日的日月皆为七，所以又叫做双七或重七。相传七夕牛郎织女相会，织女要梳妆打扮，涂脂抹粉，以致满天飘香。因此7月7也称香日。由于牛郎织女这两座星宿所处方位特别，一年才能相遇一次，这天有个特别的称呼，叫做星期。7月7之所以又叫乞巧节，得名于七姐诞的乞巧习俗。7月7是七姐的诞辰，而乞巧是七姐诞的重要习俗之一。相传，七姐是天界的织布能手。古时候，女子们向七姐乞巧，祈求她能传授自己心灵手巧的手艺。在此基础上，又衍生出斗巧这类竞赛性质的传统民俗活动。七夕乞巧的节日习俗起源于汉朝，唐宋诗词中，妇女乞巧也被频频提及。宋元之际，七夕乞巧已相当隆重，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，世人称为乞巧市。鉴于七夕节以女子祭拜女神以及乞巧斗巧等为主要节俗活动，所以又有女节之称，亦称女儿节、少女节。后来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融入乞巧节，民间姑娘信以为真，于是每到农历7月初7的晚上，女孩们抬头仰望星空，除了向织女祈求巧手之外，还会祈求美好姻缘。同时，由于这天有穿针的习俗，所以七夕节也叫做穿针节。此外，农历7月在古代称作蓝月，故七夕又称蓝夜。在越南，七夕还有个别称，叫做牛公牛婆日。每年农历7月7日既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乞巧节，也是道教重要的五斋忌日之一，被称为道德腊，是五腊之一。在这一天，人们斋戒、礼诵，以求忏罪消灾、增福增寿。除了道德腊，还有其他4个腊日：天腊正月初1，用于祭祀天神；地腊5月初5，用于祭祀地址；民岁腊10月初1，用于祭祀祖先；王侯腊12月初8，用于祭祀王侯。关于七夕的传说，最早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于自然天象的崇拜。在古代的星宿体系中，我们可以找到牛宿，它由6颗星组成，位于银河的东岸。这些星星形成了2个倒置的三角形，一个大一些、亮一些，另一个小一些，位于黄道上，组成了一个头上有2角但只有3只足的牛，古人称之为牵牛。南边有9颗小星组成了天田，也就是这头牛耕作的地方。再往南看，在接近南方地平线的地方，有9颗星组成了9坎，坎是蓄水的低地，用于灌溉农田。牛宿的东面紧挨着罗堰，3颗星形成了类似水库的水利设施。而织女3星位于牛宿的北部，其中的织女1星是全天第5亮星，因此又常直接被称为织女星。人们将牛宿星和织女星合称为牛郎织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民间进一步赋予了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。传说中，每年7月初7，牛郎和织女会在天上的鹊桥相会。同时，织女星演化成神话中的女神，民间称为七姐、天仙娘娘、七星娘娘、七娘妈等，是编织云彩的纺织业者，也是情侣、妇女、儿童的保护神。七夕作为节日普及于西汉，并在宋代达到鼎盛。此外，7月初7与古人对数字的崇拜密切相关。古人将日、月与5大行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合称为七曜。
在古代民间，将正月初一、2月初2、3月初3、5月初5、6月初6、7月初7、9月初9这7个日期称为七重，被列为吉庆日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这些重日被认为是天地交感、天人相通的日子。民间常将时间分为7期的阶段，以此来计算时间。如今，日语和韩语中仍然保留着以期要计算星期的习惯。在台湾，7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，七与吉谐音，因此7月初7被视为吉利的日子。七夕观星是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。初秋时节，晚间9点左右，织女星首先出现在天顶附近，随后在其偏南方向的牛郎星升起。在2颗星的中间隔着一条横贯南北的白茫茫的天河及银河，其中牛郎在河东，织女在河西。织女星的下方有4颗较暗的星，组成小小的平行四边形，它们就是神话传说中织女用来编织云霞和彩虹的梭子。牛郎星呈微黄色，在它两边的2颗小星叫扁担星，传说中是牛郎挑着一对儿女。7月7的七娘会，在广东称为拜七姐，在闽台则称为拜七娘妈。以前，广东的七巧节非常热闹，姑娘们提前准备各种手工艺品，用通草、色纸、芝麻、米粒等材料制作花果、仕女、器物、公式模型等。他们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河里浸泡，使其发芽，待芽长到2寸多长时，用来拜神，称为拜仙荷和拜神菜。大家还会聚集在宗香会馆，摆放各式各样的香案，香案上摆满鲜花、水果、胭脂粉、纸质的小型花衣裳、鞋子、日用品和刺绣品等，琳琅满目。在广州，依据旧俗，不论贫富，姑娘们都会在7月初7这天梳妆打扮，点上香烛，还有女子泛舟游览的活动。游艇用素心花和茉莉花装饰，称为花艇，他们相信这一天是仙女淋浴日。东莞的七夕拜七姐仪式包括上贡品、净手、上香和拜祭等环节。有的地方在七夕之夜，女子们在月光下摆上一张桌子，桌上置茶、酒、水果、瓜子等祭品，还有鲜花和红纸插在瓶中，前面放一个小香炉，围坐在桌前默念心事，向织女星许愿。同时，女子们聚在一起展示自己的手工艺制品，是摆巧活动的主要内容。在福建闽南、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，拜七姐的习俗被称为拜七娘妈。七娘妈为织女星的化身，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。每年这天，人们聚集到七娘妈庙供奉花果、脂粉、生梨等。在台湾，孩子满15岁时，父母会在7月初7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酬谢，感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幼年、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在台南地区，在七夕当天会为16岁的孩子举行成人礼，称为做16岁。在闽南和台湾，七夕虽然不重乞巧，但非常重视保健食俗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买来中药使君子和石榴。传统乞巧或斗巧的项目主要有穿针乞巧、喜柱应巧、对月穿针、蓝叶斗巧和头针验巧等几种形式。穿针乞巧也叫赛巧，即女子比赛穿针，她们结彩线，穿7孔针，谁穿得越快，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，穿得慢的称为输巧。输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。喜柱应巧也是较早的一种乞巧方式，这个习俗稍晚于穿针乞巧，大致起于南北朝之时。在7月初7晚，将捉来的喜珠放在首饰盒里或其他器皿里。第二天清晨，打开盒子观察蜘蛛结网的情况，如果网结的方圆得体，疏密有致，即预示着这位乞巧者心灵手巧。对月穿针是指7月初7这天傍晚，家家户户都把庭院清扫干净，年轻女孩们先要向织女星虔诚跪拜，祈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。然后，她们把事先准备好的5彩丝线和7根银针拿出来，对月穿针，谁先把7根针穿完，就预示着将来她能成为巧手女。
蓝叶斗巧起源于汉朝宫廷的游戏。汉高祖爱妃戚夫人的宫女贾佩兰在离开宫中嫁给扶风人段如为妻后，经常跟周围的人谈起在汉宫栖息的事。他说，汉宫在每年的7月7日，首先在百子池畔奏于田乐之后，就用5色彩缕互相伴结起来，叫做相连爱。随后，宫中的宫娥才女们一起到碧金楼上，大家学习穿七巧真七巧。而有个叫徐婕妤的宫女，可以把生的灵偶雕刻成各种奇花异鸟，呈现给皇上。皇上把这些小玩意在晚上随手放置在宫中的桌角上，让宫女们摸黑寻找。这种游戏就叫做蓝叶斗巧。头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一种变体，盛行于明清2代。提前1天准备一个脸盆，放置在天井里，倒入鸳鸯水，即将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。脸盆里的水需在露天过夜，并在7月初7的白天接受阳光照射。到中午或下午即可进行验巧。经过半天的阳光照射，脸盆表面的水会依稀形成一层薄膜。此时取出缝衣针，轻轻平放在水面上，针不会下沉，水底会出现针影。如果针影笔直，则乞巧失败；若针影形成各种形状，如弯曲、一头粗一头细或其他图形，则表示得巧。另外，在陕西黄土高原地区，七夕节的夜晚，妇女们往往会结扎穿花衣的草人，称之为巧姑。不仅要供奉瓜果，各家女子还会端着一碗清水，剪下豆苗和青葱放入水中，通过月光下物体的投影来占卜自己的巧拙命运。同时还会进行穿针走线的比赛，以比试技艺高低。有时还会举行剪窗花的活动，展示各自的巧手工艺。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，因此人们常给七夕节赋予了不离不弃、白头偕老的情感，象征着双方对爱情的承诺。相传每年7月初7，人间的喜鹊会飞上天去，在银河上为牛郎织女搭建鹊桥，使他们得以相会。织女是一位美丽聪明、心灵手巧的仙女，凡间的女子在这一天晚上不仅向她祈求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，还会祈求得到美满姻缘。受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的影响，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的习俗。每年七夕，人们用各种纸包的线香搭建成长4、5米、宽约半米的桥梁，装上栏杆，并在栏杆上装饰5色线制成的花朵。到了晚上，人们祭祀双星，祈求吉祥，然后将香桥焚化，象征双星已经走过香桥，欢喜相会。在浙江农村，至今流行着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。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，如果抹在眼睛和手上，可以使人眼明手快。民间传说七夕当天，7位仙女会下凡到河中洗澡。这时的河水因沾了仙气，凡人洗了不仅会带来桃花运，还可以预防疾病。在广西地区流传着七夕河中沐浴的习俗，人们相信农历7月初7的河水是圣洁干净的。七夕河水既可以驱邪避病，又能使爱情美满，生活幸福。广东、广西一带有储七夕水的风俗，人们相信七夕水具有神奇的功能，可以久存不变，治疗烫伤、去除疮毒等。在7月初7早晨，首轮鸡鸣之后，各家会到井边或河边汲水储藏，取回后将水用新瓮盛装，待日后使用。据说在七夕夜，用米兰花、茉莉花、玫瑰花等7种鲜花泡的7色花水洗脸，能让女性更加美丽。众生求子也是七夕传统民俗之一。在七夕前几天，人们先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，播下粟米的种子，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，再摆一些小茅屋、花木在上面，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，称为翘板，或将绿豆、小麦等浸于此碗中，等它长出寸许长的嫩芽，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，称为众生，又叫五生盆或生花盆，寓意着多子多福。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，把长出的豆芽称为巧芽，甚至以巧芽代替针，抛在水面上乞巧。
此外，还用蜡塑成各种形象，如牛郎、织女故事中的人物，或秃鹰、鸳鸯等动物，放在水上漂浮，称为水上浮。另外，还有蜡制的婴儿玩偶，妇女们会买回家放在水上漂浮，寓意能带来子嗣，被称为化生。在河南开封地区，七夕还流传着玩摩诃勒的习俗。摩诃勒是梵文的音译，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儿子。传入中国后，经过一番汉化，其形象由蛇首人身演变为可爱的儿童形象。这些土泥玩偶通常穿着荷叶衣裙，手持荷叶，成为七夕节供奉和赏玩的祭物，象征着祈求多子多孙。此外，古代儿童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，这个习俗被称为贺牛生日。相传，西王母用天河将牛郎和织女分开后，老牛为了让牛郎能够跨越天河见到织女，主动让牛郎将他的皮剥下来，用牛皮做成渡河的工具。为了纪念老牛的牺牲精神，民间便有了为牛庆生的习俗。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，又称魁首。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，在古代学子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相传7月7日是魁星的生日，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，因此在七夕这天祭拜，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。古代士子中状元时称大魁天下士或一举夺魁，正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。在闽东一带，旧时读书人之间尤为盛行拜魁星的习俗。在台湾，七夕除了拜七娘妈之外，人们通常还会拜床母。床母是儿童的保护神，相传7月7日是床母的生日，有孩子的家庭会在傍晚时分在孩子的床边祭拜床母。贡品包括油饭、鸡酒或麻油鸡，焚烧4方金一种特定的纸钱和床母衣，通常是用一块布料代替，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。但祭拜时间不能过长，以免床母过于宠爱孩子，导致孩子赖床。染指甲是中国西南一带流传的七夕节习俗。染指甲的主要植物之一是凤仙花，又称指甲花。凤仙花含有一种物质叫做指甲花醌，它能与指甲、皮肤、头发中的角蛋白发生反应，实现染色不退的效果。同时，在这个节日里，许多年轻姑娘喜欢用树的叶浆兑水洗头发，传说这不仅可以保持年轻美丽，还有助于未婚女子尽快找到如意郎君。例如，湖南地区女性会采柏叶、桃枝煎汤洗发。另外，结红头绳也是七夕风俗之一。据说，如果家里如有体弱多病的孩子，家长们常在此日将红头绳打7个结，戴在孩子脖子上，祈求上天保佑孩子健康好运。在古代，七夕节还有晒书、晒衣的习俗。据说，人们选择七夕晒书，是因为在7月7日，天门洞开，阳光强烈，是龙王爷晒临日。因此，人们借此时暴晒衣服、棉被等物品，以防虫蛀。而读书人也常在这一天晒自己的书籍。根据现有史料，晒书被官方重视的时代始于宋代。南宋似乎比北宋更重视晒书，主要原因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，潮气较重，晒书在当地是一种常见的活动。元代也有晒书之风，但明清时期逐渐衰落，最终消失无踪。七夕节的饮食风俗各地有所不同，但通常被称为吃巧食。七夕乞巧的节令食品中，巧果最为出名。巧果又叫乞巧果子，是七夕节的传统祭品和美食。七夕晚上，人们将巧果端到庭院，全家人围坐一起，品尝制作巧果人的手艺。巧果款式繁多，主要材料包括油、面、糖和蜜。此外，乞巧时用的瓜果也有多种变化，有的将瓜果雕成奇花异鸟，有的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，这类瓜果被称为花瓜。在福建，七夕节时要让织女欣赏并品尝瓜果，以祈求来年瓜果丰收。贡品包括茶、酒、新鲜水果、五子、桂圆、红枣、榛子、花生、瓜子、鲜花和妇女化妆用的花粉。
在中国一些地方的糕点铺，这一天还会制作一些织女形象的酥糖，俗称巧人或巧酥，出售时又称为送巧人。民间认为，吃了这种酥糖的人会变得心灵手巧。在中国山东，这一天要吃巧巧饭，乞巧的风俗十分有趣。7个要好的姑娘及凉吉菜包饺子，把1枚铜钱、1根针和1个红枣分别包到3个饺子里。乞巧活动结束后，他们聚在一起吃水饺。据说，吃到钱的有福，吃到针的手巧，吃到枣的早婚。至此，我们对农历7月初7这个中国传统节日有了全面的认识。牛郎织女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，因此有人将七夕视为传统的中国情人节，但这种看法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。实际上，七夕更类似于女性交往、儿童成长的节日。七夕最早源自星辰祭祀，自古以来，各地的七夕习俗虽然有所不同，但大都崇尚乞巧的概念，后来逐渐融入了祈求美好姻缘和幸福生活的主题。在七夕乞巧节期间，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，还有一些特定的节令美食。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，一些习俗已经消失，但仍有许多传统保留至今。愿您的七夕充满喜悦与美好，祈愿幸福与爱如星辰般永恒闪耀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